大家好，本人是陈龙宇。以下我们要讲解的是陈龙宇2020年大门风水观念新诠释第一集。大门我们会讲2集，这是第一集。阳宅在外观上通常会有正门、侧门、后门之分，在室内则有房门、厕所门、储藏门等。门是阳宅主要的进气口，就像人体的口鼻一样。由正门、侧门、后门进入屋内的气，我们称之为外气。外气它是统宅中之人的财运及身体健康，而由房门进入房间的气称为内气。内气则是统宅中之人的感情和睦跟身体健康等。所以门若开错，或是门相不好，则宅中之人财运不利，多病痛、多意外之灾等等。所以开门立向不可不慎。大门的风水禁忌很多，但是一部分是不孝的风水师乱编出来吓客户的，内容很多，五花八门都有。我就其中挑一些较常遇到的内容来解说。第一个，传统风水观念认为，大门要开在龙边，厕所在湖边。我的看法不一样，我认为坊间很多地理师以龙怕臭、虎怕闹的理论，坚持门要开在龙边，厕所要设立在湖边，这个是不正确的。龙怕臭、虎怕闹的流传是根据中原地区的气候而衍生出来的智慧。风水最早的发源地是在中原地区。中原是汉族传统地域观念，是指中国河南省为核心，延及到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。从这个图可以看，中原地区在这个地方。好，那在这个图我们知道说，中原地区冬天是吹西北风，然后夏天是吹东南风到南风。那因为中原地区以前有90%以上的房子都是坐北朝南的，一间坐北朝南的房子，它的龙边就是东南边，门开在这边，正可以迎夏季之东南风，这样子夏天就比较凉爽，又可以避开冬天的西北风。如果把门跟厕所对调，那东南风一吹，整间房子全是厕所的臭味。但是在台湾的房子，任何坐向都有。岂可再拘泥于龙怕臭、虎怕闹而不知变通？第二个，传统风水观念认为门太多，主口舌是非多。这个观念是对的。我认为屋宅之出入门不可太多，最多是3个，分别是前门、后门、侧门。如果超过3个，就会口舌是非多，钱财留不住。但为什么门太多会口舌是非多，钱财留不住？传统风水及坊间的老师其实都不明白真正的原因。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家中的门如果开太多，纳气会太杂。纳气杂一定会破财，这才是真正的原因。不懂3年纳气的人看到一些风水禁忌，往往不知所以然。懂3年纳气的人，往往一眼就能辨识出哪些风水禁忌是假的，哪些是真的。更能了解风水禁忌为什么会发凶。第3个，传统风水观念认为，一般住宅的门不宜太大，会破财，财留不住；但是门若太小，则又变得小气吝啬，所以门要大小适中。但如果是店面，则不忌门大。我的看法不一样，我认为要看门是开在旺方还是衰方。旺方的门开越大越好，当然不能大到超出旺方的卦位。衰方的门就不要开太大，而且平常要尽量少开。第4个，传统风水观念认为，不可在同一方向开2个门，主宅中人意见多，父子不和，夫妻兄弟皆不和睦。这个讲法是对的，但坊间的老师仍然不知其所以然。真正导致发凶的原因有2个。第一个，这2个门要同时有出入，家中人
如果从不同的门出入，久而久之就会思想行为不一致，意见就会多。那如果说它的门一个关起来，然后都从一个进出，这样子即使在同一面墙开2个门，也不会怎么样。第二个还是纳气的问题，同一个方向开2个门，大部分的情况都会受到衰气。所以即使2个门没有同时有人出入，只要是打开，纳气一进来，还是一样会发凶。第5个，传统风水观念认为，前后2门均开正门主破财。这个讲法也是对的，但坊间的老师仍然不知其所以然。真正导致发凶的原因有2个，第一个，前门通后门，一定会有一个门纳衰气，主破财。第二个，可能会形成穿堂煞，主发凶。前后门均有人进出，主宅内之人不和，意见多，口舌是非多，财源留不住。那至于穿堂煞，这个我在 YouTube 上面有上传一篇讲得很详细的穿堂煞论法。如果说有兴趣的人，可以到那边去看一下。那改法很简单，你关闭前后2门其中1门，就比如说这个关起来，只开1门，或者将2门中间隔开，不要从前门就可以直接看到后门。从前门直接看到后门，这个就叫穿堂煞。穿堂煞的话，就是心脏方面的疾病，钱财留不住。那它的原因是因为大门的气流直接通往后门，无法藏风聚气，造成宅中气场混乱。好，那我们就讲到这边，谢谢各位收看。